杨紫和范冰冰弟弟范丞丞搭档，这次能带火范丞丞吗？杨紫和赵丽颖两位女明星堪称是娱乐圈的劳模，真是越红越努力，他们的剧一部接一部。最近杨紫又出演了一部新剧《199爱》，听名字是很文艺的，男主演是范丞丞。范丞丞可谓是顶着光环出道，背后有个在娱乐圈混得风生水起的姐姐范冰冰。这次《199爱》这部剧更像是为了范丞丞出道，精心为他准备的男主角身份一样，小玩爷不管怎么秀，都有些资本的问题。就和肖战出演的《玉骨遥》是一样的气氛和感觉。范丞丞的百度百科倒是做得挺漂亮的，也出演过不少电视剧，还发布过个人单曲什么的，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作品。在演戏方面，可以说还是一名新人，不知道他能不能接得住杨紫的戏。不过范丞丞看起来是有几分韩国欧巴的味道，或许出演这种青春偶像剧能获得一批忠实粉丝，也算是给他进入娱乐圈打开了一条康庄大道。不得不说，杨紫是有点小锦鲤体质在身上的，和他合作过的男演员基本都会火起来。难道这就是磁场效应？杨紫在娱乐圈中不是靠脸吃饭的，而是靠实力吃饭。不知道这次和范丞丞合作，范丞丞能不能火起来？大家觉得呢？2022年电视剧收视回眸，现实题材大火，肖战、刘亦菲们纷纷哑火。2022年，总局的中国视听大数据每周连续公布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情况，这份收视情况也被认为是黄金时段电视剧收视率数据的脱水榜单。以至于以往的收视率数据榜单，总局的中国视听大数据更具备业内参考价值。尤其是观察和分析2022年的上星剧收视率情况，可以从大数据的角度直接分析出哪些电视剧类型获得观众巨大欢迎，哪些电视剧类型开始折戟沉沙。以脱水收视率数据的方式回眸2022年的上星剧市场，具备行业归纳和业内参考价值。2017年，张嘉译和秦海璐联合主演的电视剧《白鹿原》在江苏卫视和安徽卫视联合首播。该剧根据陈忠实老先生的同名小说改编，但是这部根据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改编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电视剧，最终在两台的收视率数据却并不理想，业内一度迟疑：根据严肃文学改编的电视剧还有市场吗？这种业内迟疑，终于在2022年得到了非常积极正面的回答。观众正在向现实主义的题材转移，严肃剧的市场正在迅速回归。数据层面上，带着这个正面回答的，则是电视剧《人世间》。该剧率先在央艺开播，首周的平均收视率是1.690%，而大结局一周的综合收视率则推高到了3.616%。电视剧《人世间》稍后在江苏卫视、央八和部分其他上星平台播出，依旧收视率成绩非常耀眼，长尾效应很好。值得注意的是，电视剧《人世间》是根据梁晓声的同名原著小说改编而来，这部小说也曾获得茅盾文学奖。2022年的观众群体进入到了一个严肃的现实主义的审美周期当中，大家期待通过电视剧的方式重新审视生活，并且获取生活的力量。一些经典文学作品这个时候呈现出了自身的力量感。2022年又有多部严肃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开拍，他们很有可能在2023年继续延续《人世间》的收视率热度。上星剧市场当中有一种铁律现象，某些类型剧只适合央艺播出，而且必然收视率非常强劲，换到卫视频道播出，效果可能就要相对差一些。2022年，央视一套连续播出的几部扶贫剧作品，都因为高质量、高标准的特点，而获得了非常不错的收视率成绩。那山那海央艺播出阶段，曾单周取得1.673%的收视率成绩。山河锦绣央视一套播出的时候，单周平均收视率的最好成绩则是1.613%。同样可以归为扶贫剧内容的《县委大院》，开播首周平均收视率便实现1.913%，其后续收视走势一路看涨，很有可能和《人世间》形成开年和岁尾的呼应效应。包括在央视一套播出的电视剧《大山的女儿》，收视率破1%的同时，观众评分也高达9.3分。
2021年和2022年，很多扶贫剧内容在上星的卫视平台播出，但部分剧作的收视率数据并不理想。扶贫题材的电视剧一度被怀疑是否还具备市场前景。然而，2022年，央视一套播出的《大山的女儿》《那山那海》《山河锦绣》等多部扶贫剧，并非大制作，也没有邀请多少知名的明星或者演员，但依旧收视率成绩突出。显然，只要自身质量过硬，内容足够写实，农村题材的、扶贫题材的电视剧依旧具备广大的市场前景。2022年的电视剧收视数据当中，存在一个有趣的央八现象，很多类型有趣的电视剧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总是能够取得较为不错的收视率成绩。而这里需要注意一下，类型有趣可能和质量很高是不能等同的。家庭年代剧、抗战剧和新颖的谍战剧在央八的播出效果尤为不错。家庭年代剧《我最爱的家人》在央八的首周开局收视率是1.386%，这一成绩已经让业内较为意外。该剧主演并非当红，题材内容上也有苦情剧的嫌疑，但是这并未妨碍它成为年度热播剧。该剧大结局一周的平均收视率更是高达2.159%。这份数据证明，能够切中观众情绪点的年代剧、家庭剧和苦情剧依旧有着很好的市场前景。抗战题材的电视剧《虎胆危城》在央八则连续2周保持住了1.9%的收视率成绩。该剧也没有当红演员明星，没有大制作阵仗，但依旧凭借题材取胜了现代都市谍战剧对手。大结局一周的平均收视率则实现1.613%。当下的电视剧市场当中，现代都市题材的严肃型谍战剧并多见，甚至于可以说是凤毛麟角。2022年，一些类型有趣、冲突密集的电视剧在央八频道播出，收视率不错，依旧有市场。对于当下的都市生活剧和农村生活剧来讲，刺痛感非常重要。换言之，电视这部电视剧要想获得较为不错的收视率成绩，需要有很多情节能够让观众们感同身受。有些播出效果好的都市生活剧，能够为观众们提供一种优雅的都市生活方式；有些播出效果不错的都市剧，则提供另一种城市生活的艰辛感。农村生活剧方面，则需要有较为真实的农村冲突和当下感才行。2022年，湖南卫视播出效果最好的电视剧，目前来看，应该是周迅和黄磊联合主演的《小敏家》。该剧的单周收视率实现了1.159%。这部都市生活剧的特点是为观众们提供了一种优雅的都市生活方式，这种优雅感不是来源于物质的，反倒是精神层面上的。咱们以往的都市生活剧喜欢炫富，以为物质丰盈便是都市生活，这类电视剧当下反倒是收视率不行了，没市场了。转而关注都市人群精神优雅的电视剧，今年很火，这是非常值得业内注意的现象。东方卫视今年播出效果最好的电视剧，应该是海清和童瑶主演的《新居》。这部电视剧在东方卫视取得了1.210%的单周收视率成绩。值得注意的是，该剧也在浙江卫视同步播出，但浙江卫视的收视率成绩远远不如东方卫视。显然，观众们更喜欢从东方卫视看现代都市剧，尤其是这种买房、努力生存、上海市井题材的现代都市剧。新居稍后在央八2轮播出，因为自身的都市刺痛感，依旧获得了收视率过1%的成绩。幸福到万家这部讲新农村的电视剧，在东方卫视和北京卫视播出，单周的峰值收视率分别实现1.022%和0.741%。双台的综合收视率成绩来看，幸福到万家称之为今年的爆款，也并不为过。这部电视剧的特点是依托一个影迷们熟悉的故事构架，讲了一个当下农村生活的故事，尤其是这种当下感对于观众们的吸引力很大。真实感与当下感是农村剧创作当中需要坚持的方向。回眸2022年上星播出的电视剧作品，也有部分作品被寄予厚望，但最终在脱水收视率榜单上折戟沉沙了。这批电视剧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虽然坐拥所谓的知名 IP， 但剧情悬浮，不足以刺痛观众，且无法让观众感受到真实的生活体验。
这样的悬浮剧，未来也必然是影视行业需要规避的雷坑。少年派2和20不惑2都是今年在湖南卫视首播的电视剧，两部剧作的前作都是收视率成绩较为不错的，但是今年的续集在收视率成绩上纷纷折戟沉沙。少年派2开局收视率0.464%， 4周竟然下跌到了0.401%。正常的电视剧收视成绩都是持续走高的，一部电视剧逆增长可见一斑。20不惑2也是同样的悬浮问题，0.303%的收视率成绩取得之后，4周下跌到0.277%。在东方卫视播出的《欢乐颂3》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前2部《欢乐颂》都是收视率爆款，但这第3部因为都市悬浮的问题，最终只能拿到0.593%的峰值收视率成绩。这样的收视率对于《欢乐颂》接下来的续集采购费用一定是有严重影响的。2022年，观众们在都市剧当中除了需要看到欢乐之后，更开始注重真实感和刺痛感，缺少后者就必然收视率不佳。所谓的流量剧，就是由流量很高的明星主演的电视剧。上星剧作品当中，流量剧的市场有好有坏，还不能一概而论。肖战和黄景瑜主演的电视剧《王牌部队》，单周峰值收视率也只有0.389%。很多观众认为，这部电视剧把偶像剧内容嫁接在了军旅题材上，因此造成了大家的水土不服。另一部肖战、杨紫的《余生，请多指教》虽然也是典型的流量剧，但这种偶像谈恋爱的职场模式，观众们比较熟悉，单周的峰值收视率则实现了0.830%。这基本上可以证明，流量剧、偶像剧还是应该在流量粉丝们熟悉的职场范畴内叙事，尽量不越界到其他题材当中去，不然收视率成绩就会不好看。另一个流量剧的现象，则是在网络平台上播出数据非常不错的《梦华录》，由刘亦菲这样的流量大户型明星主演，但上星北京卫视之后，只有0.340%的收视率成绩，并且4周下跌到了0.317%。还是那句话，上星剧作品要想获得好成绩，还是要讲真故事才行。大流量、大制作、大 IP 等等，在上星平台上容易玩不转。2022年播出的古装历史剧不多，但是有2部作品非常值得注意一下。一部是央八播出的《风起陇西》，一部是湖南卫视播出的《天下长河》。这2部电视剧代表了古装历史剧的2种现象：悬浮剧收视率会下跌，哲学性、人文性高的电视剧收视率会上扬。风起陇西在央八的首周收视率成绩取得0.755%，这个成绩业内调侃称拉低了央八的收视率底盘。这似乎也并非一句调侃，央八播剧收视率过1%是很轻松的事情。风起陇西4周出现收视率下跌，只有0.653%。显然，这种依托三国故事的戏说，即便以严肃的叙事面孔出现，观众们依旧不买账。咱们以前的古装历史剧喜欢以诙谐的面孔戏说历史，往往被观众批评。现在学会了严肃面孔下的戏说，收视率依旧不好。因此，切记，戏说有风险，历史剧要谨慎。天下长河则属于另一部古装历史剧现象，那就是秉持更高的哲学性和人文性的严肃历史剧会出现较为不错的成绩。该剧湖南卫视播出，首周0.484%，随着剧作热播，单周峰值收视率实现0.599%。湖南卫视的收视底盘不能和央八同日而语，这里需要重点标注一下。天下长河的这种收视率正增长，对于古装历史剧创作是有借鉴意义的。古装历史剧不仅要严肃性，而且要有哲学性、人文性和扎根到泥土当中的人民性，这几点缺一不可。